班克斯。哇，现在大概是早上的9点多，我们要去北极圈啦。我们今天要到北极圈啦，然后到北极圈呢，就要先行驶在号称世界10大危险公路之一的道顿公路哦。然后在道顿公路啊，我们可以欣赏那个阿拉斯加广阔无边无际的土地，晚上啊可以看到无与伦比的极光美景。我们到道尔顿公路的入口啦。道尔顿公路啊，它是到达北极海啊唯一的一条陆地公路哦，也是美国最北端的公路。它是以阿拉斯加塔纳纳为起点，然后它会横越育空河，然后穿过那个阿蒂贡山口，还有布鲁克斯山脉，然后一直延伸到北极沿海的平原，最后会抵达到北极海岸。这条公路啊，它建于大概在1974年。它一开始啊，它是用于运输阿拉斯加北端的石油，然后1981年才开放给大众使用。那道顿公路啊，它全长414英里哦，它是北美洲唯一的一条直通到北极海的一条公路。这条公路啊，很漂亮又很危险如果出现北极风暴的话，它的能见度几乎是0哦，一般的车辆啊不适合开来这里。然后只能仰赖这种大众运输。这边有一个成立了20多年的道顿公路快线，然后可以提供这些游客、外来客乘坐的。它一个礼拜只发车2次。哇，我们到魔鬼森林啦！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魔鬼森林是道尔顿公路上非常吸引人的景致。通常指的是在冬季结冻、树木被冰雪覆盖的森林景观，因为非常独特且美丽，所以才被称为魔鬼森林。但魔鬼森林其实并没有真正特定的地点，只要在这一片区域的森林，冬季都会结冰，且披上一层厚重的冰雪，呈现出奇幻且壮观的景象。所以只要路边有空地且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，就可以下车捕捉这个神秘梦幻又非常出镜的魔鬼森林。这一整条公路啊，它只会经过3个城镇哦，然后其余的地方都是大自然一片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。然后这边没有旅馆、商店，然后更没有网路。然后一路陪伴我们的就是这些冰天雪地。你看这些森林啊，还有这个贯穿阿拉斯加州的大输油管哦，这个是最有特色的。然后北极油管啊，它生产的原油啊，它从1977年开始就开始从这种800英里长的这条输油管路被输送到阿拉斯加南部的港口城市，然后再输往世界各地我们来到育空河啦，你看这就是育空河大桥。你看这种厚实的冰河啊，那个要到大概6月中才会完全解冻哇，我们现在到输油管道啦。阿拉斯加输油管全长1480公里，是连接阿拉斯加州北部产油区和南部港口，再转运到美国本土炼油厂的管道运输系统。这项工程总共耗资80亿美元，名列美国7大工程之一。输油管于1974年开始兴建，中间要穿越3座山脉、活跃的断层及广大的冻土层，更要面对极为恶劣的天气，耗费了将近4年的时间，终于在1977年完成。每年大约有8000万加仑的原油会经由此管道来输送。你看啊，开在这一条路上啊，你看外面的景色，真的是一片寂静的荒野。你看冰雪覆盖着山脉，还有这些森林，然后完全毫无人烟。然后外面的风很大哦，
开了很久的时候，才会偶尔遇到这种油罐车啊，还有一些运送那个机器材料的车啊，这种重型的大卡车才能够穿越在这条公路上。啊，如果要会车或者是超车的话，要很小心，很小心，会很容易滑出公路。最后会停在北纬66.33，打卡人生一定要去的景点之一，就是北极圈的标志。然后在那边我们可以拿到很漂亮的北极圈探险证书。我们终于千辛万苦到这个北极圈啦！哇，我们竟然能够踏到北极圈呢，真的是好不可思议哦！著名的北极圈标志就在道尔顿公路115英里处。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地点。北极圈位于北纬66度33分。来到这里，别忘了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指南针的坐标，拍照打卡，表示你也跨越北极圈啦。而从这里一路再往北，便是位于北极圈内，同时也是世界上第2大跟最北的北极门国家公园。要去这个国家公园非常不容易。因为没有道路可以抵达，只能步行或乘坐小型飞机。我们这一次幸运的从飞机上经过，也算划过我们的第55个国家公园。你看这边还有这边的特色啊！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冻土哦。你看这个就是水啊，在土壤中变成冰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冻土。这种现象啊，会使得土壤结冻的时候很坚硬哦，然后植物在这边在冻土上面是很难成长的。然后啊，我们看我们沿路所看到的这些森林啊，大多都是这种耐寒的云杉。然后这些树木啊，你看它常年的受到这种极端的低温跟漫长的严冬啊，所以它们长得很慢哦。啊，所以你看跟热带的完全不一样，这里的云杉长得又矮又细的。这些树木啊，已经超过了100岁了，不要小看它们哦。然后冻土层啊，它让阿拉斯加北部的地区的植物生态啊很脆弱，而且非常的特殊。我们到那个玉空河的营地了，这边有贩卖部可以吃东西，难得一个可以上厕所跟吃东西的地方。看到这边的雪。我们现在到玉空营地啦，来这里可以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，上厕所。这就是鼎鼎有名的玉空营地。好吃吗？这个不好吃，为什么？好像清淡，好像白开水一样，完全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它这个面肉有点柴，肉很柴，就是碎肉。有毛感，菜还蛮多。对，菜是蛮多的，可是不知道有没有洗。黑黑的是什么？黑黑的是芝麻。芝麻。对对，芝麻。我们要前往迪纳利国家公园啦。从费尔班克斯到迪纳利这一段路程啊，景色非常的漂亮哦。我们可以看到阿拉斯加山脉，然后还有连绵不绝的雪山，然后路边啊是这种很漂亮的密林，然后上面积满了白雪，然后你看白雪，就是覆盖在这种树枝上啊，好像童话世界一样啊。我们二访迪纳利啦，左边还有雪山，很漂亮的雪山。我们现在来到迪纳利国家公园啦。哇，你看夏天来跟冬天来的景色就是不一样。你看雪积得这么厚，然后我们要去健行啦。你看要穿冰爪。
要穿冰爪。走这个叫 McKinley 这个路，一直走到那个离那个一个桥，它有个桥很漂亮。完了，等那个桥后面呢，就是这个雪山。完了，这个整个从这块走过去呢，我走去回来8个小时，慢慢的，差不多40分钟也过了。迪纳利游客中心到啦！迪纳利游客中心。哇，这个山也很漂亮。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麦金利 Station Trail。哦，会到这个湖，我们主要是要走去这个湖。迪纳利国家公园啊，它是黄石公园之后的美国第2个国家公园，然后也是世界上连续受到保护时间最长的一个生态保护区，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哦。我们希望可以看到驼鹿。有看到熊的脚印，你看，在冰上面竟然有熊的脚印，哇！这么漂亮一条trail哦，走吧，我们要去走铁索桥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过这个铁索桥啦。哇，你看两边的河都已经结冻。哇，你看这个河整个都已经结冻了，那个水好清澈哦，那个水，叫雪水啊。对啊，叫雪水。你看都已经变成冰莲，这些都是冰块哎，这个是冰块耶。是冰块。哇，你看这是莫斯的脚印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去啦。你看，其实这条 trail 好漂亮哦，迪纳利国家公园啊，夏天来跟冬天来，那个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看冬天来的雪积得这么厚，你看走在这条 trail 上，很漂亮哎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看这些光影啊，森林啊，积雪啊，哇，真的是好美哦。那个雪真的是好干净，好干净。我们现在来到费尔班克斯的另外一个制高点啦。对啊，这个是费尔班克斯的夕阳，真的是很漂亮。我们可以看到阿拉斯加山脉